未来世界的穷人终于100%的成为了富人的公主。穷胖子每天要被灌入100斤的可乐，可他却感受不到一丝快感，因为可乐产生的刺激感全都通过传感器传到了富人的大脑里。而碳酸饮料带来的肥胖由胖子承担。第一天来的安娜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当场晕厥了过去。这种情况只能将安娜送往医院。可等电梯门关上，医生立刻卸下了伪装，将电梯的整个空间亮了出来。原来马特早就准备好了一副和女人一样的躯体，在电梯到达1楼前，他提取了女人的基因并注入躯体之内，然后重新将电梯伪装起来，再摇摇头告诉老板，女人已经来不及救治，没了呼吸。一招偷天换日成功绑架了安娜。原来公司开发了一款脑电波提取器，只要戴在头上就能提取使用者的想法，有了它就可以更好的了解穷人并控制他们。马特立下大功，被当场升职到了39层办公室，但这仍然距离他的目标差了一点点。他一路从贫民区奋斗到这个地步，就是为了寻找多年前失踪的女人。只有到达40层，他才能获得搜索权限。而现在的富人寿命都是在800到1000岁之间，想要熬到领导退休，女友头发都得来了。马特来到贫民区，拿出80块的小费，搭上了摩托电梯。摩托小伙熟练地踩下油门，以180码的速度将马特送到了70层高楼。在这里，他买到了一把特制手枪，它能产生特别的声波，让人产生菊花翻涌的感觉。而这副耳机可以避免自己被声波误伤。马特来到领导办公室，悄悄在办公桌下按下了手枪，领导瞬间就不淡定了，他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完，就直接冲向厕所。马特趁机坐到他的位置前，开始将病毒植入他的电脑，在领导回来之前完成了病毒的传输。等到了下班时间，所有人都在排队接受公司的安检，但就在马特经过保安面前时，大厅传来了强烈的警报声。原来是边上领导的硬盘里被检测出了危险信号，领导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就被套上头套送进了审问室。马特的计划终于成功了，他终于如愿以偿地顶替了上司的位置，来到了40层。他拿出女友的照片，迫不及待地将它放在系统库里，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搜索匹配。很快匹配结果产生，但令马特想不到的是，过去清纯可爱的女友，如今却变得浓妆艳抹，出现在了高层的私人俱乐部里。可就在他找到女友的踪迹时，安保主管将他叫过去谈话。原来他们通过严苛的审问，从领导口中得知了马特曾去过他的办公室，但好在马特对此早有准备，他将自己研发的黑客圆盘悄悄放在了审问中心，悄无声息地修改了自己进入领导办公室的时间。这样一来，病毒出现的时间和马特进入的时间对不上，他也就成功摆脱了嫌疑。临走前，马特发现所有人都需要被搜身，他只好先暂时将黑客圆盘留在这里。等到了第2天，马特再次来到了老黑的办公室，结果摸了半天，发现黑客圆盘被人给拿走了。马特彻底慌了神，他以为自己已经暴露，里面可是藏了自己所有的秘密。而此时，一个男人正把玩着他的圆盘，正在尝试破解里面的内容。这个男人正是他40层的新同事黄毛。原来马特作为公司里上位最快的男人，让他深深感受到了地位被威胁。这种黑客圆盘基本都有着几百层的加密，他相信只要破解就一定能抓住马特的把柄。为此，他不得不来到贫民区寻找民间的计算机大神。但殊不知，在他进门的那一刻，黑客大婶就已经查好了他所有的背景资料。原来黄毛是一家材料公司老总的儿子，是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富人区娇生惯养的富二代。大婶来了兴趣，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有钱，还仍然有着不断向上爬的斗志。他同意帮忙破解圆盘，但在这之前，黄毛必须感受一下他们底层人的生活。他要求黄毛徒手抓住一只大街上的老鼠，黄毛嗤之以鼻，气愤的当场离开。Well, no one's gonna give you a skeleton key if I tell them not to. 无奈他只好放下身段，在满是污秽和黄泥的大街上扑腾来扑腾去。他弄得自己一身泥泞，终于完成了任务。大婶非常满意。就这样，他艰难地打开了圆盘里面的内容。一个女人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她的身份是高管俱乐部里的陪酒女郎。黄毛二话不说就让老爸调用关系帮他预约了这个神秘女人。男人轻轻地按下手中的按钮，监控里的他就变成了一团马赛克。他坐在客厅焦急地等待，结果真的等到了他失踪多年的女友艾米。可当初清纯可爱的他，如今却浓妆艳抹，和别的男人去了酒店房间。马特连忙在他的房间底下也开了一间房，然后拿出核磁共振球贴在了天花板上。随着装置的贴合，楼上房间的声音被他完全的还原了出来。黄毛用800元1斤的草莓招待了艾米，然后开始循循善诱的询问艾米的身世。没办法，艾米只好交代了自己其实是来自于贫民区，他的父亲因为开了餐馆倒闭，为了替父亲还债，他只好将自己出卖给科技公司，成了一名陪酒女郎。黄毛听到后异常兴奋，他询问艾米和马特的关系，可艾米表示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叫马特的人。原来马特现在的身份和名字全都是伪造的，他在贫民区的真名其实是叫艾米。黄毛有些怒了，他拿起边上的螺丝刀，将艾米死死地按在地上。I am going to ask you again, and if you don't answer, then I start carving. 此时情况紧急，楼下的马特疯狂地开始操作，黑入了酒店系统。他将厨房的废气连接到了酒店的通风管道内，
一瞬间，酒店的警报响起，所有人不得不戴上呼吸面罩进行撤离。马特终于成功救下了自己的女友，可当他正准备追上去时，领导却要开一场紧急会议。没办法，他只好先来到公司向领导展示他研发的最新产品。马特在对手公司研发的脑电波提取器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精密的完善。现在这款装置可以暂时删除人的部分记忆，试想员工在离开公司前就会删除和公司有关的记忆，等他回到公司再还原这部分的记忆，那么公司的机密将无法再被透露出去。马特表示3个月内产品就可以上线，但领导表示时间太久了，产品必须在1个月之内就完成。此时马特的手机传来了讯息，他在黄毛手机里植入的黑客软件显示他的位置正在往贫民区前进。马特意识到大事不妙，为了赶紧去阻止他，马特匆忙地答应了产品开发的请求。此时的黄毛已经根据艾米身份信息的地址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随后黄毛拿出马特的照片，问他认不认识这个男人。果不其然，黄毛从他的嘴里得知了马特的真实身份。黄毛正准备打道回府，门外却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没想到马特竟然跟踪他来到了这里。马特见自己暴露，只好全盘说出了自己伪装成上等人的目的。他提出交换，只要黄毛不阻止他救出女友，他就可以主动退出升职的竞争。这样一来，两人都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获得胜利。 Do we have a deal? Sure. 没想到黄毛这小子竟然全程在偷偷录音，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和自己合作。一时间，两人大打出手。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黄毛被按在了地上。然而马特由于太过激动，失手弄死了黄毛，这下彻底完蛋。但很快，高智商的马特就想到了应对办法。他将黄毛的大天才电话手表拿走，然后给他的汽车设置了自动航行，等车子将他送到高温的荒漠边境。不出3天，他的全身就会被太阳晒到融化。可马特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么名贵的车子在贫民区行驶非常容易遭遇抢劫。2名劫匪在路边熟练地设置下了路障，等黄毛的车子经过时，被瞬间扎破了。未来世界的穷人想要读书提升地位可是严重犯罪，如果胆敢补课那更是罪加一等。但偏偏有这么一群人偷偷在黑市买来学习资料药水，通过输液的方法将知识吸收进自己的身体。可在没有安全许可的情况下，输液会产生非常多的副作用。艾米的大脑承载不了短时间的大规模运作，开始浑身抽搐，直至倒地不起。还好此时暗恋她的男生正在窗外偷看，他冲上前拔掉了插管，才救下了艾米一条命。从此之后，马特每次都会守在艾米身边。通过艾米的不懈努力，终于通过了科技公司的考试。公司高管亲自来到艾米家的餐馆通知他这个消息，但他却说并不打算录取艾米，因为艾米的成绩是第2名。You came all the way here just to tell me that? No. There could be a place for you in the speaker family. 原来高管看中的并不是她的才华，而是她美丽的容貌和身体。只要艾米点头去做科技公司的陪酒女郎，公司就会给她支付丰厚的工资，并让他们全家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但这对辛辛苦苦学习了3年的艾米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侮辱。老爸气愤坏了，他拿着手枪对准女人的脑袋，警告她赶紧离开。女人叫嚣着他们一定会后悔，便转身离去。果然，从这天之后，艾米老爸的餐厅生意就变得越来越惨淡，即将面临倒闭。马特认为一定是那个女人在背后搞鬼，他带上自己的小弟，决定去搞一笔钱帮艾米渡过难关。作为一名黑客高手，他轻而易举地黑进了货币交易店的系统。他要将下等币兑换美元的比例调高，等小弟换完钱再给他赶回来。这样一来，就能悄无声息地从交易点搞到一笔差价。小弟鼓起勇气排进了队伍，等到了他时，马特连忙修改了美元的汇率。老板看到后只是觉得这小子真聪明，恰好在兑换比例升高的时候来换钱。马特兴奋地把这笔钱交给了艾米，帮助他渡过难关。艾米却拒绝了这笔现金，并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当时去科技公司考试的第1名被查出来作弊，现在艾米顺位成了第1名，可以进入富人区入职了。两人正准备为这好消息庆祝一番，突然门外有人打破了窗户，紧接着丢了一枚手榴弹进来。好在马特机智地用桌子做格挡财，避免被捕。可熊熊大火却烧掉了这里的一切和他刚拿到的现金。就这样，艾米一家失去了所有，就连父亲也因欠债太多被关进了监狱。科技公司的高管再次找到他，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即便知道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的诡计，艾米仍然走投无路，只能选择加入他们，成为一名陪酒女郎。I need you to do one thing. Forget about me. 轻轻的一句请求，遗忘击碎了马特的心。他立志有朝一日一定要杀进富人区，救出自己心爱的女人。很快机会来了，这天马特在酒吧看见了自己的老朋友老白。现在的他竟然穿上了上等人才能穿的西装。原来老白经过多年的研究，成功破解了富人区的身份系统。现在的他名叫杰森，这个新伪装的身份让他成功得以生活在了富人区，并组建了家庭。在马特的请求下，老白答应帮他制作假身份，但这件事只准有他们2个人知道，如果被发现，那他们都要完蛋。就这样，马特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上层人，他吃的比猪少，睡得比鸡晚，疯狂的在科技公司做业务，从小员工开始一路升职到了40层，获得了有关于艾米的线索。
可没想到他的行动被同事发现，下等人的身份也暴露，无奈之下他杀死了同事。可他的尸体最终被贫民区的几个劫匪发现，公司立刻就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而他们最新研制的脑电波提取器将要派上用场，它可以还原使用者记忆中的场景，一旦轮到马特，那事情的真相必然全部暴露。事到如今，马特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度过这个难关。他启用手上正在研究的记忆删除装置，让老白将自己杀死同事和他在贫民区的所有记忆全部删除，只留下他在富人区的回忆。这样一来，无论被问到什么问题，他都不会被发现。等公司的调查结束，老白再将这些记忆还原到马特的大脑，就可以顺利度过难关。第二天，马特被一脸蒙圈的带进了审问室。当老黑问到他的名字、家庭时，画面中出现的是马特早已设定好的虚假记忆。现在身为富人完全体的马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老白准备将马特真正身份的记忆还给他，可马特突然说自己正准备和妻子要一个孩子。老白忽然意识到，现在的马特已经完全的变成了一个上等人，拥有不错的工作和美满的家庭，完全不需要那份满是肮脏泥泞的下等人记忆让生活徒增烦恼。他偷偷将马特的穷人记忆藏了起来，决定再也不还给他。但没想到成了上等人完全体的马特非常关心公司的业务，由于死的同事是材料公司老总的儿子，他害怕对方和公司不再有业务往来，于是便决定主动请缨加入调查组，帮忙查出案件的真凶。作为电脑天才的马特很快就找到了蛛丝马迹，他分析了受害者乘坐车辆的 GPS 信息，发现在某个节点出现了2次相同的代码，这说明凶手就是在这个位置为车子设定了新的行进路线，所以极有可能这个坐标就是案发地点。这里是位于贫民区的一间废旧仓库，两人来到现场进行了一番仔细的勘查。果然在地面上他们发现了尸体被拖动过留下的痕迹，可这贫民区连个摄像头都没有，想要找到凶手仍然是难如登天。此时马特注意到楼顶有一个天气监测器，这是富人们为了预防风暴或者极端天气来临而安装在各个贫民区角落的设备。它非常精确地记录了每天的风力、湿度、温度。高智商的马特灵机一动，由于风刮到人的脸上时会产生阻挡，从而变化风向，所以只需要将案发当天的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通过风力变化的情况绘制出凶手面部的样貌。到家后，马特使用计算机逐渐地还原出了当时案发时的场景。可当他放大观察凶手的样貌时，发现这个家伙竟然是自己。此时老黑打来电话说自己晚饭吃好了，问他图像还原出来没有。马特连忙谎称数据的统计比想象中的复杂，大概还需要1天的时间。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老白的电脑收到了一封视频邮件，里面的内容是马特3天前录制好的一段话。原来他早就预料到老白有可能会不把记忆还给自己，于是利用定时邮件来威胁他，说要揭露他的身份。如果在收到这封邮件的72个小时之内不归还记忆，马特设定好的另外一封举报邮件将会发送到警局。老白只好乖乖将记忆归还给了马特，并告诉了他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马特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凶手。回到家后，看着自己深爱的妻子，马特意识到现在的自己是不完整的。思考了一夜过后，他还是决定复原自己缺失的那部分记忆。当封存的记忆灌入大脑，马特瞬间明白了一切的来龙去脉。而那个从最底层爬上来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的艾伦又重新归来了。他将面部复原资料进行了修改，把杀害同事的罪名诬陷给了贫民区的乞丐。看样子对方是为了钱财才杀害了开着豪车的黄毛，但即便如此，老黑仍旧觉得马特的行为举止非常的奇怪。正当马特认为一切都已经结束，回到了家里时，一群神秘人突然闯入，他们将马特电晕后抓了起来。等马特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被锁住双手双脚，几名持枪罪犯正在边上巡逻。原来这群人是同事黄毛的死党，他们怀疑作为竞争对手的马特才是真正杀害他的凶手。只要马特承认罪行，他们可以放过他的家人一命。但马特坚持宣称自己无罪，真正的凶手都已经被他给找出来了。绑匪见马特不老实，便直接一枪射穿了他的右腿，然后不停地用手指挤压他的伤口，折磨马特，威胁马特不承认罪行的话就将妻子当场击毙。马特此时忽然注意到妻子竟然没有佩戴戒指，高智商的他瞬间就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劫匪开始倒数3、2、1，马特却仍然称自己不是凶手，所以一定不会承认罪行。结果他们真的当场射出了子弹，马特发出痛苦的嚎叫，下一秒他却回到了公司的审讯室。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传感器在马特大脑制造的幻想。老黑怀疑他的想法也终于彻底被消除，他总算可以来到高管俱乐部拯救自己心爱的女友艾米。时隔6年，马特再次出现在眼前，艾米震惊无比，两人假装成陌生人展开了一番交谈。艾米非常惊喜马特竟然能达到这个位置，可看到他手上的结婚戒指之后，艾米失望不已。没想到马特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停地解释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救艾米回去，但艾米表示现在的自己早就已经不是当初的女孩。 Go back to your wife. 没想到多年的努力最终换来这样一个结局，但其实艾米也同样的心痛不已，因为在公司的合约中，一旦潜逃，他们将会被追杀到天涯海底。他不愿意破坏马特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两个有情人终究还是相互将对方推到了门外。豺狼之吻第1季至此完结。很可惜，这部脑洞大开的科幻剧因为收视率太差，第2季被砍了。